世界上最奇特的10个人类居住地，中国包揽前几名。你见过山洞里的篮球场吗？或者在恐怖片里才会出现的房子，如同忍者神龟般生活在下水道的人群，会上下漂浮的房子，没有任何政府约束，3不管的房车之城，这些奇怪的居住地究竟是怎么建成的，以及为什么建造这些地方？今天就关注收藏后，跟着阿军一起去一探究竟吧。第10名，水上村庄。也许你在各地都见过水上建筑，但你可能不会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座最大的水上村庄，它就位于非洲贝宁，叫做冈维埃村。这里生活着大约2万人，他们依靠捕鱼为生，被誉为非洲的威尼斯。村子里的一切都建造在原木之上，包括理发店、酒店、学校、医院、企业，甚至教堂。在这样的地方，你的交通工具只能是一艘渔船，所以在这里，如果你不会划船或游泳，那可是会打一辈子光棍的。然而，最初这里的居民并不是因为喜欢这个环境而选择在这里定居，主要的原因是，当时贝宁境内战事不断，还有人贩子在这里捕捉当地居民作为奴隶。为了躲避战乱，许多人才选择在湖上安家，湖水成了他们的自然保护壁垒。经过300年的繁衍，冈维埃村发展成为了现在的模样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村落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地的阿甲族语言中，冈维埃的含义是生存之地。1996年10月31日，冈维埃村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备选列表。第9名，洞穴之城。思考一下，如果没有空调，你生活在长期50度以上的地方，你该怎么避暑？这些坑坑洼洼的洞就是因此诞生的。该地名叫库珀佩蒂，是澳大利亚最干旱的地方之一，平均每年降雨量仅130毫米。这里夏季温度长期都在50度以上，几乎没有动物或植物能适应这里的气候条件。然而，这样一个狗都不住的地方，却躲藏着3500人，是为什么呢？原来，在1915年，有人偶然在这里发现了蛋白石矿后，从此世界各地的淘宝人蜂拥而至。他们为了躲避酷热，才建造了这些洞穴。经过时间的积累，这里才有了现在的规模。洞穴内部冬暖夏凉，温度长期在25度左右。在小镇的地下，除了居住的洞穴之外，还有教堂、礼品店、博物馆、赌场、旅馆以及必不可少的酒吧。然而，最开始住在这里可能会患上失眠症，因为洞穴4壁都是坚硬的岩石，只要有些声音，就会产生惊天动地的回音。这里的居民住的时间久了，才习惯了。也因为发现了这些蛋白矿，库珀佩蒂被称为世界蛋白石之都，周边有70多个矿场，覆盖了将近5000平方公里。全球的欧泊有 90% 产自澳洲。目前这里除了依然开采矿石外，还用作旅游，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少的经济效益。下面再来看看另一个地下村落吧。第8名，马特玛塔，是突尼斯南部的一个小村庄，以其独特的地下住宅而闻名。由于该地区长期受阳光直射，故气温很高，所以当地人建造这种建筑的原因跟库珀佩蒂的居民是一样的。不过两者建筑构造上还是有明显区别，前者完全淹没在地下，没有庭院，而马特玛塔有中庭，有生活区域，也有井水，边上还有一些用来收集雨水的小瓷罐。这里的房屋一般有2层，到第2层洞是没有楼梯的，只能通过绳索攀爬。这种穴居式设计对于沙漠气候非常适宜，既可防阳光直射，又可防风沙袭扰，4季常温20度左右。该村落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这里的建筑也完整地保留了下来。这里虽然荒凉简陋，但有一股质朴的原始气息，跟中国黄土高坡的窑洞很相似。连续2个干旱城市，看着都感觉口渴了，是时候给视频来点水了。第7名，浮动村庄，
你见过整个村庄的房子都在水面随风飘荡的吗？位于柬埔寨洞里萨湖上的崇科尼亚斯村就是这样的。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，生计着超过柬埔寨人口的10%，而这个村庄便是它的一部分，居住着约5000名居民。这些房子有的建设在水面的原木之上，还有的甚至直接就建在船上。为了不让房子飘走，还必须在两侧抛锚。不过睡在这样忽上忽下的房子里，的确可以减去妈妈给宝宝摇篮的烦恼。如果你是一个容易晕船的人，那么这里的房子可能会成为你的噩梦。当然，人总是要适应环境的，真正的生活总是要咬紧牙关坚持过去。不过这里的第一代居民的确都是这样咬牙坚持过来的，他们大多是在红色高棉时期从金边逃难过来的。他们没有身份证，没有国籍，移民的生活非常艰苦，只能靠水上打鱼和旅游带来收入。无国籍者没有身份，无法登记出生和死亡，无法办理任何证件，不能接受医疗、教育，随时可能遭到驱逐的绝望伴之一生。而且当地市政认为该村落影响当地形象，所以在2023年之前就拆除了此地，并且当局拒绝支付任何搬迁费用。对于游客来说，当地少了这样独特的景点，的确让人觉得可惜。第6名，下水道居民。布加勒斯特是罗马尼亚首都，这里风情浪漫，素有小巴黎之称。这座城市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欢乐之城的意思。然而你想不到的是，这样一座首都的地下却有与城市表面风光截然相反的一幕。如果你经过布加勒斯特的北加拉火车站附近，你应该会看到不少这样的地洞，每过一会儿就会有人从地洞里钻出来或爬进去。你进去看，你会发现里面有整个地下王国，里面有游荡者居住在这里。这个隧道本来是地下供暖系统，上下出行时经常会有人被烫伤。这里仿佛是异世界一般，王国的历史超过20年，有的公民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地下。这里充斥着瘾君子和罪犯，随处可见的针头和蟑螂，90%的人都患有艾滋病，还有肺结核、肝炎，可见其生活之混乱。他们一日3餐几乎都是吃罐头这些救济食品，基本都是救济有啥就吃啥。而这里的国王，他给自己取名为布鲁斯李，也就是李小龙的英文名。如果龙哥知道自己的名字被这样的人使用，会不会把棺材板气炸开？第5名，房车之城。你想想一下，完全没有政府的3不管地区，并且所有人都住在汽车和帐篷里，是什么样的场景？在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偏远干旱的科罗拉多沙漠中，有一个被称为板城的无政府地区，这里赢得了美国最后的自由之地的美誉，同时也被称为嬉皮士最后的居所。这个地方原本是2战时期海军陆战队训练基地，而现在被拆除后留下了军事建筑厚厚的混凝土板，也因此得名为板城。这里的住户们常被称为板城人，他们居住在各种临时房屋中，包括房车、拖车、帐篷和其他临时搭建的结构。这个社区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，包括退休人员、艺术家、流浪者，以及那些寻求远离现代社会束缚、另类生活方式的人。在板城生活需要高度的自给自足，因为这里没有基本设施，如自来水、电力或污水系统。居民们必须依靠太阳能板或发电机供电，水必须从附近的城镇运来。因为没有垃圾回收系统，这里的居民便把这些垃圾利用起来，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品。或许生活就本该如此，有时生活是否够好，可能真的只是人们内心怎么看待而已。哪怕如此不便的地方，依然可以开心的欢声笑语，用歌声和艺术化解生活的苦闷。第4名，色达武明佛学院。这是一个可能会让你缺氧，但却不会缺少信仰的地方。这里是世界上最大且历史悠久的佛学院，据说这里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4万余人。该院
平均海拔3900米，占地面积4平方公里，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洛若镇喇荣沟，因以佛教五明为主要课程而得名，属藏传佛教宁玛派，由晋美彭措堪布于1980年创办。这里以经堂为中心，红色小屋沿着等高线横向展开，形成环套式的结构。从远处观之，非常壮观，漫山遍野的红房子，从高空俯瞰，山间那一片红色的海洋，这里也被称为最壮观的佛学院之一。这些红房子也正好和僧人的僧袍互相呼应。至于为什么全是红色，是因为学院所属的教派宁玛派，又称红教。据介绍，佛学院分为长期和短期进修2种学制，长期学制为6年，特殊学位需13年，学员需通过各学科的考试，并经过答辩和在大众前激烈的辩论，才能得到学院授予的堪布学位。此后学员才有资格给他人讲经说法。就算是大学硕士，一般也就6年，博士一般也不会超过13年，可见其学业难度之大，并非大众所想谁都可以当和尚的。第3名，瀑布下的5楼豪宅。这是位于贵州凤岗县某深山峡谷中一处独特的景观。你想不到，在一处崖壁的瀑布下，居然有人在此建了5层楼的水泥房。建造者是想干什么？是拍恐怖片遗留的吗？那成本也太高了，光这5层楼的建造和人工成本估计都得上100万了。而且住在这里真的不怕风湿吗？后来才得知，此处其实之前是娃娃鱼的养殖基地，只是后来荒废了。感受一下这阴森的环境，用来当作恐怖片取景地，真的太适合不过了。看完瀑布下的房子，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瀑布之上的房子吧。此房子同样也是位于贵州，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水流从2座房子的下方流出。目前并不清楚这2房子具体是居民住宅还是商用水厂或者养殖场。如果真的是住宅，那可真的佩服房主的脑洞了，也不知道这么大的水流声，半夜能不能睡着。第2名，山洞里的房子。在贵州梅潭县某个大山深处，有一处山洞里居然有人建造了房子，这里目前只有1户人家居住。这一段同样也是位于贵州某深山的一处山洞里，并且旁边还有天然的暗河。这家主人也是个会选地方的人。其实在贵州还有很多这样的山洞建筑，但我打赌你绝对没见过接下来的这个。篮球场大家都见过，但山洞里的篮球场你见过吗？这个篮球场位于贵州那雍县猪场乡的新春村，据说当地村民酷爱篮球，所以自筹了20多万的资金，在天然的山洞里打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篮球场。这里不仅冬暖夏凉，不用担心下雨和日晒问题，仿佛室内全程开着空调的 VIP 级待遇。这样的篮球场你心动了吗？第1名，天坑里的人家。看了山洞和水上的房子，大家有听说过天坑里也有房子的吗？在云南省东北部的镇雄县武德镇，有一个直径约为600米，深度达150米的巨型天坑，据说是云南当地最大的一处天坑。就这么一个大坑，光是一个来回都得至少2个小时以上。可如此不便的地方，居然住着8户人家，一共32口人。他们在这里种植庄稼，饲养家畜，自给自足，并且小孩也都正常上学，只是每周末会回家帮忙干农活。这里的设施基本也是一应俱全，不仅通水、通电、通网，还有一个小型篮球场，供孩子们锻炼身体。孩子们还特别幽默，把厕所取名为神圣之地，的确没有什么比吃喝拉撒更重要了，是吧？这里面据说还有一个钟乳石洞，门票也不贵，10块钱一个人。好奇的同学可以去看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看完所有内容的你，觉得哪一个居住地才是最奇特的呢？
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神评论，期待你的评论，可以技惊四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赞订阅支持阿军，也可以进入主页，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的批阅。那么让我们下期再会吧。